这些人既然能打着替天行道的招牌，干着心术不正的事，那就休怪朕不客气了。我倒要看看，这老天到底是不是他们的亲爹娘。四弟，传我的旨意下去，将这些道士们都分散开，分别安置在我们的福济院中，让他们去施法祈福，每日与病患们同吃同住，让这些病患们也感受一下天恩浩荡。至于这些药物，还是要照常送去的，正好可以让太医们都回来歇上一歇。想必这些道士们也一定是照顾病人的好手吧？啊？这也太狠毒了些。要我说啊，早就应该让他们尝尝被传染的滋味了。谁让他们总欺骗那些善良的老百姓们？冰块脸，不得不说，你此计呢，虽然有些腹黑，但确实称得上是有勇有谋啊。而且啊，你只要用心，肯定会是一个好皇上的。今日一计，实在是够！那是当然。冰块脸，冰块脸，冰块脸，你别吓我！怎么是你？独孤园呢？你来找独孤园，为什么？我本来不想跟你说什么的，可到了现在，我也不怕说给你听。贤齐的毒已经毒发多次了，太医说只会越来越严重，接下来就是大器将至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这样死了，所以我要来找独孤园，就是用我自己来换那半颗解药。贤齐为我牺牲那么多，我不能就这么看着他死了。你凭什么就认为我会让你见独孤园？若是他见到你，那我又该怎么办？虽然以前我瞧不起你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很羡慕你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你爱的人能回应你的喜欢更让人幸福的？在那个世界，我是赢家；在这个世界，我是彻头彻尾的输家。易清柔，最后还是你赢了。双双，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。虽然我不喜欢你，包括到现在我都对你喜欢不起来，但是喜欢一个人没有错。你对不起很多人，但你对得起独孤园，对得起你自己的心。你也欺骗过很多人，但你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的内心。双双，经历了这么多，你依然对他不离不弃，你真的让我对你刮目相看。你走吧，那半颗解药我会帮你拿到，不要再来找他。我知道，他也翻不出太大的浪花，我会一直陪着他，
相信有一天，他能看到我为他所做的一切。想不到有朝一日，他孔双双也会为了一个男人陷到尘埃里。贪生怕死的牛鼻子，收了我那么多的银两，就把事情办成这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我这里有一些首饰，放在我这儿也没什么用，你先拿去当了吧。毕竟处处都要花钱，你们出手也不能太过小气。我独孤远什么时候要靠一个女人典当首饰来过日子啊？滚！独孤，你别灰心，这次不行，咱们还有下次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。这点挫折不算什么，等有朝一日你成了大事，成倍还给我便是。对，我要成大事，我要成大事，我要复国，我要复国。青柔，你一定要等着我，等着我，等着我，等着我。我们不如放一把火，烧掉所有的伏击院，然后躲一段时间避避风头，韬光养晦一段时间过后，再做行动。尊上以为如何？我也不是没有想过，但是公然放火反而会引起民愤，对我们以后行事更为不利。当然不能公然放火，但是尊上，你听说过天火吗？天火？